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进去，与你阿娘说清楚？我阿娘应该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棍棒教子的模样。娘子，戒指还是烛棍？ 阿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让阿兄瞒着你的。不，那水红寺的风筝是我织的，是我不让茵茵告诉阿娘的。阿兄向来疼我惯我，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兄长。你们阿耶到底是因何而死？季家因何而获罪？是因为水红寺。 但阿耶绝不会做造假之事。阿耶他预设出狱那天，你们都答应过我什么？季莹莹，你说。绝不再提阿耶之事，平安度日。可是阿娘，今日便是我们不反抗，便可以安然无恙吗？莹莹。 老虎食人是因为他饿了，他不会因为那人乖顺便放过他。莹莹，阿娘，莹莹只是不想让别人盗用阿耶的水红寺之名，她并没有提及当年旧事啊。金莹，你没有吗？你从未想过要提起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次逼自己染红，真的只是为了支撑染房吗？阿娘。 那你就忍心看到阿耶背负罪名，一生沉冤吗？季家谨防规矩第1条是什么？你给我背出来，大声背出来！季家谨防，井为首。 人在井之上，何意？季家谨防，万事以知井为先，是非恩怨名利皆在其后，唯有人命在井之上。若有灾异，先救人，再救井。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。好，很好。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？你告诉你阿爷。 何为人之生死重于一切？如果你阿耶现在还活着，他真正在意的是他季归南的名声，还是他一双儿女的平安？阿耶对我们的爱护重于一切，他定会懂我，他一定能让我做想做的事情。看来他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把你惯得像今天这样，死不悔改，拒不认错。 阿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我不该惹您生气。可是，人能忍一时韬光养晦，绝不能忍一世丧尽志气。我想要的公道，自能我自己讨回。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悔。你阿娘。 阿娘，阿娘，放开！季莹莹，你很好，是我这个当阿娘的没有教导好你。
我看该反省的人，不是你，是我。阿娘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，才会如此。阿娘是不忍心。当年阿爷骤然故去，你拒人染红，我困于禁房。阿娘也有她自己走不出的心结，她实在是害怕再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不想再瞒着她了。阿兄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不会困在过去。我平日怜惜你命苦，你爱贪钱小财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曾想你愈发的胆大妄为，竟敢私造禁房，还是平日太骄纵你了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怎么说也是女孩家，何必雪上加霜呢？还不谢谢张刺史？谢谢刺史大人，此事皆因五娘愚昧贪婪，实属与阿爷无关，还请刺史大人明察，切莫污了阿爷清白，也莫辱没了节帅。此事与节度使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爷的女儿，在世人眼里，我做了便等同于阿爷做了。阿爷是节度使的麾下众将，阿爷做了，岂不等同于节度使做了？世人哪管真相，只会恶意揣测。若因五娘一人牵连了阿爷和节度使，实在百死难免。我知道将军为什么偏爱五娘子了。平日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这不过是他想让你帮他息事宁人的借口罢了。不过，他这话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若说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莫说旁人，便是刺史你，信吗？我也深知，张刺史与此事绝无干系，但是节度使，信吗？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我同流合污？将军说笑了。节度使大人虽然常年驻守军中，但对城中之事也是了如指掌，自然不会冤枉了将军。那朝中呢？朝中对益州、对节帅，又知道多少？如果任那警官将此事的证据传入朝中，难免不会有人居心叵测、断章取义，污蔑节帅。不瞒张刺史，牛某人好颜面，今日在山中的雷霆之举确有私心，但这才是根因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相信节度使大人定会明白。其实将军也深得节度使大人的器重。这益州城也是将军的益州城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千金想多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将军何必瞒着节度使呢？这就是将军见外了。牛某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牛某对节度使大人定会知无不言。谢张刺史指教，客气了。来人！将军太客气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将军请放心，今日之事只是山中起火，再无他事。
下官告辞。刺史既然这样说，看来节度使还是信重阿耶的。此次是我轻敌，还请阿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捉住杨静兰的把柄。你既已嫁入赵家，就踏踏实实做赵家的媳妇吧，尽好你一个内宅妇人的本分，旁的事就不要问了。阿耶，杨静兰此次轻易便能化解送入长安的假蜀红之位，背后的势力必然非同小可。您不想知道吗？与其动用长安暗探，不如……如果我的女儿羞愧难当，畏罪自杀，你说节度使会不会更加信任、悲悯我几分？但也难免会有人猜忌你无毒誓死，杀人灭口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。娘子，请将军恕罪，是下官来晚了。这样，下官先自罚一杯。知道我为何要宴请你吗？今日在山中，将军险些要了杨某的性命，晚上又主动相邀杨某至此，难不成是在山上杀得不尽兴？这是一场鸿门宴。知道是鸿门宴还敢来，杨警官你好胆识啊！那你知道我为何要在此处宴请你吗？将军身份贵重，见多识广，这么看来，将军并非是邀我前来品尝美酒佳肴的。此间酒楼风景独好。杨警官果然聪明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图的就是这里风景独好。我常年在军中打仗打惯了，一向都是先兵后礼，不把敌人逼入绝境，怎么好谈条件？将军的礼有多重？那要看杨警官背后之人想要什么。杨某孑然一身，背后无人。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威胁杨警官把赵弘思送入东宫，可太子最后竟没有将思献给皇后。能够左右东宫的抉择，且丝毫不留痕迹，杨警官背后之人深不可测呀。兴许是太子自己觉得这东西不够大气，给换了。嘿，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
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制蜀红丝，织造贡锦。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。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宴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，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使在此。英英，洋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季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吧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这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保守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葬使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！是。苍堂使搜到一块令牌，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尤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贡锦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丧葬使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
将的令牌。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，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未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既是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，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。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。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只是不知这益州城，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。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恭贺季娘子重现蜀红丝，苦尽甘来，凤凰于飞。可这是兔子哎，跟凤凰有什么关系？凤凰太难画了，我还没学会。季娘子就先将就着。你自己做的啊？你的伤
怎么样了？我若是不好，我阿娘怎会放我出来？你特意把我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问我这个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坐。物归原主，我师傅找到的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还在查。我阿耶因为共进造假而殒命，牛家在山中建黑井房是为了造假井。或许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用假井替换真井，事发之后，我阿耶便成了替罪羔羊，对吗？金娘子，咱们约法三章可好？查案归我，定还你一个真相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做生意。杨某看似光鲜，实则挺穷的，说不准某一日还需要季娘子接济。我抄律法，行贿当抓，受贿当斩，我不敢。到时候你可以把钱袋扔地上，我假装捡到，顶多算拾金不交，道德有失，触犯不到律法。狗官。还望杨警官早日替我阿耶沉冤昭雪。到时候我出钱给你建一座生祠。杨警官，进来。禀杨警官，杨家大老爷杨巨贤求见。不见。杨老爷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出去。哎，是。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过去的事儿都是他身不由己，也是我年少不懂事。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没必要和好，更没必要道歉。我不习惯，更不需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阿姨。这次我阿娘也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。一副我再不听话他就不要我了的样子。但我先是我自己，才是我阿娘的女儿。我可以照顾她，孝顺她，哪怕以命抵命。但是我却不能按照她说的那样活。若是那样，我便会面目全非，我便会不知此生我为何而来。我阿娘也会愧疚一辈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觉得我没必要和好？那就是与他和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选啊？选你的心之所向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因为我们是盟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点甜的。季娘子这安慰人的法子，真是够差的。正面。
他已经请我第3壶酒了啊！阿姨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，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呢，不怕啊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。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城的锦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对了，哦，谢谢，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，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5斗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市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1个的大饼。